人类战争史上单次损失隐身战机数量最大案例。对于部分目标威胁偏低的导弹，选择主动放弃拦截，由你炸，你炸任你炸。天塌了！伊朗弹道导弹千里奔袭，宣称一波打击直接报废3架，重创3架 F-35隐身战机。俗话说得好，造化钟神秀，阴阳割风晓。咱们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用庄子里的智慧告诉我们，这世间万物凡是吹得震天响，把自己包装的跟天神下凡一样的玩意儿，往往都逃不过落地成盒的命运。不信，咱们把目光投向万里之外的中东沙海。就在最近，五角大楼的官老爷们正端着手磨咖啡，悠哉悠哉地看着自家那号称暗夜刺客的5代机天花板 F-35隐身战机，在约旦的阿兹拉克空军基地里享受着岁月静好。可谁能料到，天还没黑透呢，一记来自波斯湾的物理大耳刮子就带着炙热的尾焰呼啸而至，3架 F-35当场被彻底原地销户，另外3架被炸得跟筛子似的，大面积重创。消息一出美国中央司令部火速上线否认3连，没有战机受损，所有来袭导弹全部拦截，威胁完全没有抵达目标。标准的公关话术一气呵成，企图快速压制舆论。可万万没想到，网传欧洲哨兵2号卫星影像迅速流出，基地多数停机坪出现大面积漆黑烧灼痕迹，重点受损区域恰好对应长期观测到的 F-35常态化停机位，连带无人机配套机库一同出现损毁痕迹。一时间，无数网友直呼物理打脸最为致命。我是白房大招，欢迎来到老友记。哨兵2号民用卫星分辨率仅有10米，这个精度可以证实基地的确有爆炸起火痕迹，但是单凭这张低分辨率卫星图，没法清晰分辨战机轮廓，更是不能精准清点损毁的战机数量。确认机型，地面黑斑成因多种多样，战机殉爆、燃料仓库爆炸、地面物资起火，都会留下相似的烧灼印记。所以客观来讲，伊朗单方面发布重磅战报，美方全盘否认，约旦军方表态最为圆滑，仅仅承认击落5枚来袭导弹，对于基地内部的损失闭口不谈。三方3份截然不同的说辞，真相暂时没有一锤定音。但重点来了，战报最终的真伪其实只是表层热闹，真正值得我们深挖、足以改写全球空军部署逻辑的核心，藏在这场冲突背后。这也是绝大多数人看不到的深度。易经系辞有云：危者安其位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什么意思？陷入危机的一方往往是长久沉浸在安全幻象之中，最终走向覆灭的势力，总笃定自己可以永久安稳。美军长久以来笃定阿兹拉克基地远离伊拉克，距离伊朗本土1600公里，属于战火难以蔓延的后方腹地，坐拥爱国者萨德多层反导网络，俨然一座避风港。恰恰是这份根深蒂固的安全感，埋下了灭顶的隐患。很多粉丝好奇号称体系无敌的美军为何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咱们层层拆解3大致命漏洞，环环相扣。第一重漏洞，傲慢催生的懈怠，基地布局天生存在致命短板。不少朋友不清楚一个冷知识美军遍布中东的海外军事基地受军费预算限制，根本无力大规模修建能够抵御弹道导弹冲击波的加固防爆机库。恒温密布机库造价死贵，单座战机加固掩体成本动辄数百万美元。短期轮换部署的 F-35绝大多数只能安置在开放式停机坪、简易维修棚，而且为了节约有限场地，战机摆放密度极大，一架挨着一架密集停放。这里顺带科普一个关键点， F-35死贵的隐身涂层极度娇贵，惧怕高温、风沙、爆炸冲击波，它的隐身能力只针对空中雷达探测，一旦停放在露天场地，它身上所有的隐身优势直接清零，不需要导弹直接精准命中机身，只需要弹头在停机区域附近起爆，它的冲击波高速破片，后速引燃大火，就足以彻底摧毁航电设备，撕裂隐身涂层。上亿美金的5代机瞬间沦为一堆无法升空的废铁。历史永远在不断重复。1967年6日战争，以色列发起焦点行动，空袭阿拉伯联军各大空军基地，大量战机露天集中摆放，还没升空就在停机坪被尽数摧毁。短短数小时，阿拉伯空军力量几乎瘫痪，
本质逻辑千年不变。官渡之战，袁绍重兵在外，而囤积粮草辎重的乌巢防备松懈，曹操看透要害，舍弃正面战场对峙，轻骑奔袭火烧粮仓。孙子兵法讲：先夺其所爱，则听矣。攻击敌人最珍视、防备最松懈的核心资产，敌人的全盘战术都会陷入被动。美军早在今年2月就被伊朗卫星拍摄曝光，阿兹拉克基地集中部署18架 F-35，搭配6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机。伊朗自此持续通过卫星侦察、人力情报、电子侦察，牢牢锁定战机停放位置，轮换规律。即便美伊冲突持续升温，美军依旧没有大规模分散疏散机群。在美军的战略预判里，伊朗导弹想要突破多层防空网，跨越1600公里，精准打击内陆基地，难度极高。这种侥幸心理恰恰是兵家大忌。第二重漏洞，伊朗导弹量身定制，专门克制美式反导体系。即便美军防备松懈，想要完成跨域空袭，武器装备必须拥有足够强悍的突防能力。这次打击伊朗拿出了自家王牌霍拉姆沙赫尔4远程弹道导弹、伊马德导弹、尼12系列远程导弹。这套装备有2大设计，精准戳穿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底层逻辑。第一，搭载集束子母弹头，导弹飞行至7000米高空完成解体，一次性释放数十枚高速高爆子弹药，形成半径800米的钢雨覆盖区。爱国者防空系统原始设计，优先拦截单一完整导弹弹体，一旦目标分裂成几十个独立高速小型目标，雷达火控通道瞬间饱和，拦截难度成倍暴涨。第二，导弹加装末端机动推进装置，传统弹道导弹轨迹相对固定，反导雷达可预测飞行弧线，预判落点，引导拦截弹提前抵达交汇点等候。而伊朗导弹在俯冲阶段可以突然点火变速，横向调整下坠轨迹，不断打破预判弹道。爱国者持续结算目标位置，大量拦截弹最终只能扑空。简单打个比方，爱国者就像一名骑手，按照对手固定走法提前布局，结果对手中途临时改变路线，所有的预判全盘失效。很多家人会产生疑问导弹技术很多国家都拥有，为什么此前很少上演这类的实战打击？核心在于2大门槛：其一，持续稳定的远程侦察能力，持续锁定机动或者固定目标；第二，足够可靠的远程弹道导弹，兼顾射程与末端机动突防。如今伊朗已经把这套组合拳完成实战演练。第三层漏洞，美军反导弹药库存见底，防御体系早已捉襟见肘。这是整场博弈里最容易被大众忽略却最关键的底层现实。根据海外智库公开统计数据，冲突爆发之前，美军在中东部署大约有2330枚爱国者拦截弹，452枚萨德拦截弹。经过连续数月不间断对抗消耗，如今的爱国者剩余库存仅剩700余枚，萨德拦截弹不足200枚。拦截弹生产周期漫长，萨德生产周期长达1年以上，生产线短时间没法快速填补巨大的消耗缺口。多家外媒援引美军内部消息，迫于弹药压力，中东防空部队被迫调整策略，分级筛选目标，优先拦截对准指挥中心、人员聚集地、航母等高威胁弹药。对于部分目标威胁偏低的导弹，选择主动放弃拦截，由你炸，你炸任你炸。说白了，无差别全面拦截已经打不起了，防御体系出现清晰的缺口，典型的攻守一形。进攻方完全掌握了主动权，防守方永远在被动的疲于应对。道德经第69章有言：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己丧无宝。美军双重轻敌，第一，轻视伊朗远程侦察与导弹突防技术迭代；第二，低估长期持续冲突带来的弹药消耗速度，多重隐患叠加，风险持续积累，只等待一次机会集中爆发。说到这儿，很多观众自然联想到一套耳熟能详的战略思路：反介入加区域拒止。很长一段时间全球军事圈讨论这套体系，大多停留在兵棋推演、理论论证。早年我们空中力量不占据优势的时候，克制亚太区域美军前沿隐身机，核心思路从来不是强行空中狗斗，依托完整的多维侦察体系，远程精确火力直击敌方的前沿机场。无论冲绳加手纳基地，或是关岛安德森基地，只要坐标能够锁定，远程火力随时可以发起打击。所有人都默认这套战术仅仅存在于纸面推演，万万没想到
伊朗率先在中东战场上演了现实版本的落地实战。这儿就必须严谨地补充一层辨析，避免大家的认知偏差。单纯依靠弹道导弹袭击机场，只是反介入体系其中一环。完整的 A2AD 体系是天基卫星侦察、电子战、远程火力、海空力量协同的整套闭环。伊朗目前只掌握远程打击这单一模块，距离完整的体系尚有巨大的差距。但是单一模块能够打出有效战果，足以敲响全世界所有大国空军的警钟。如果这种战术模式被不断验证、广泛效仿，我们就要直面一个灵魂拷问：未来部署在世界各地美军基地的 F-35，到底是能够自由出击的暗夜刺客，还是停靠在机坪上等待打击的高价活靶子？不少人的争论焦点永远局限于到底炸毁了3架还是6架 F-35，美方有没有撒谎，卫星图能不能实锤战果？但在我看来格局小。我们不妨推演2条时间线，看清长远的影响。第一种情形，伊朗战报存在宣传放大，多数导弹遭到拦截，仅有少数弹药击中附属设施，没有重创 F-35机群。即便如此，伊朗依旧收获巨大的战略收益。它向整个中东乃至全世界证明，美军千里之外的内陆基地再也不存在绝对的安全区。远程弹道导弹拥有突破美式多层反导、威胁前沿高端战机的实战潜力，威慑价值已经远超单次打击的物资损失。第二种情形，伊方战果基本属实，多架 F-35损毁，这将会是现代空战里的里程碑事件，人类战争史上单次损失隐身战机数量最大案例。美国国内舆论压力汹涌，必须启动高强度报复，中东冲突无限升级，全球美军立刻启动战机紧急疏散、基地改造计划，军费投入将迎来新一轮暴涨。无论最终走向哪一条道，有一个趋势已经无法逆转。过去几十年盛行的高端战机机群部署大型基地，暴露出致命缺陷。美军自己其实早已预判风险，推出 ACE 敏捷作战部署概念。说人话就是拆分大机群，把战机分散部署到大量简易小型机场，避免所有高端装备扎堆，被一波火力一网打尽。道理所有人都懂，但是落地执行无比艰难。分散部署意味着成倍增加后勤压力，维护成本、人员投入、高额经费、复杂调度，对于预算持续紧张的美军而言，处处都是阻碍。这里就是理想战略与现实经费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所以再回头看这场 F-35风波，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或许从来不是那几架飞机到底有没有被击中，因为战争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算术题，不是损失几架飞机，不是损毁多少枚导弹。真正改变历史的，往往是一种旧秩序被撕开了一道裂缝。孙子兵法说：“故善战者，求之于事，不责于人。”什么意思？真正厉害的战争高手从来不会只盯着手里的武器有多先进，而是观察整个棋局的变化。过去几十年，人类相信拥有最昂贵的武器就拥有绝对的优势，最贵的就是最好的嘛。拥有最先进的战机就掌握了天空，拥有最庞大的军事基地就拥有安全感。可是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没有永远无敌的武器，只有不断变化的战争规则。曾经不可一世的战列舰败给了航母时代，曾经横扫战场的坦克开始畏惧无人机蜂群，如今价值上亿美金的隐身战机也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敌人到底是来自天空，还是来自一枚隐藏在远方的廉价导弹。这就是战争最残酷的地方，它不会因为你装备贵就对你手下留情，也不会因为你曾经辉煌就允许你永远领先。所谓天下大事浩浩荡荡，顺势者昌，逆势者亡。技术在变，战术在变，战争的游戏规则也在变。未来的战场可能不再是谁拥有最多的钢铁巨兽，而是谁能够看得更远，藏得更深，算得更准，出手更快。所以这场 F-35真假战果之争或许只是一个开端，无论最终卫星照片如何验证，无论双方如何解释，它都给全世界敲响了一记警钟。新时代的战争正在从武器争霸进入体系博弈。我是白方大招，点赞关注，下期再见。